兵围剿镇国公府，杀我夫君的，会是你们！谢家意图谋反，沈家奉旨平叛。奉旨？谢玉京连兵权都交给你了，你竟还要赶尽杀绝！死绝的谢家，顾着兵权才拿得安稳。兵权，好一个兵权！他要兵权，你们就拿亲生女儿去换富贵。亲生女儿，我沈家从没有你这等低贱血脉。你说什么？你就是个鸠占鹊巢的野种。你亲爹不过是个农户，莲儿才是沈家真正的血脉。既然早就认回了他，为何还要瞒着我？瞒你是因为你那一身医术能治好莲儿脸上的胎记，留你占着嫡女名分，是为了让你替她嫁入谢家送死。如今谢家已除，你该把位置还给莲儿了。沈家拿我的命去铺富贵路，不怕遭天谴。若有来生，定要你们百倍偿还，不得好死！姐姐，多谢你教我规矩，教我怎么当太子妃，更谢谢你用医术治好我的脸。现在沈家嫡女太子妃，一切都该归我了。哎呦，大小姐可是梦魇了？不怕不怕，咱们到家啦。自从您9岁那年送去山里学医，在外头整整吃了6年的苦，如今可算是回来了。是啊，整整6年了。自从9岁那年带着前世的记忆醒来，我无时无刻活在这场梦魇里。我在木仙山步步为营，暗中查清了当年被换的真相，等的就是今天。哎呦喂，大小姐，这冰天雪地的，您怎么跪下了？快起来，仔细冻坏了身子。岁岁，我的乖孙女，怎么一回来跪在地上？成萧成风，还不快把你妹妹拉起来？地上这么凉，冻坏了膝盖可怎么好？岁岁，快起来！是不是外面谁欺负你了？告诉大哥，大哥替你出气。祖母、母亲、大哥，不用了。岁岁当不起沈家的厚爱，到底怎么回事？岁岁，你站起来说。回府途中，我救下一女子，名叫钟莲，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更巧的是，她长得与母亲几乎一模一样。天下容貌相似之人何其多，你就为了这个跪在雪地里？先起来！若是容貌相似也就罢了，可我在钟莲身上见到了一枚和我一模一样的百岁锁。这花纹，这刻字，这是当年的原样，绝不会错。母亲，大哥，我根本就不沈家的血脉，我只是一个鸠占鹊巢的人。那个钟莲才是你们真正的至亲血肉啊！这怎么可能？前世你们怪我占了沈莲的人生，这一世我主动把她找回来。我看没了我的医术，你们还会不会把那个面带黑斑的丑八怪捧在手心？胡闹！谁让你擅自派人去把那个孩子接回来的？简直是愚不可及！老爷这话怎么让我听不明白了？难道您早就知道？知道又如何？岁岁如今出落得亭亭玉立，更是木仙山圣医的得意弟子，仪态万方。你对这样一个完美的女儿有什么不满？非要把那个多余的人找回来？老爷夫人，人接回来了。既然接回来了，你自个儿去见见他，看过了之后再说吧。这眉眼错不了，是我的亲骨肉。好孩子，让母亲看看你。母亲，母亲，别过来！你别过来！老爷，他脸上的那东西是天生的，所以是你亲手把孩子换了。家族全指望这女胎延续凤后之位，可她长成这副模样，我怎敢交差？而安林村那个农户的孩子，足月出生，白嫩聪慧，那样的品貌，才配做我们沈家的嫡女，未来的太子妃。可莲儿才是我们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不必再说了。既然你非要把人接回来，对外就宣称他们是双生姊妹。沈莲自幼体弱，一直养在庄子上，今日才回府。至于沈婉，她依旧是我们沈家的嫡长女，未来的皇后。谁敢泄露半个字，我绝不轻饶。前世我直到死都以为是亲生父母贪慕虚荣调包了孩子，原来一切全是你沈正一为了家族全权的一手算计。双生姊妹继续让我做嫡长女，好啊。沈妹妹，自你9岁离京，咱们有整整6年没见了，孤方才害怕认不出你，没想到你这眉眼竟和京夫人一模一样。见过太子殿下。今日是你吉地，这只九尾凤钗是母后特意嘱咐姑送来的，乃历代太子妃信物。待吉地礼后，母后便会正式定下你我的亲事。认错了又如何？太子妃之位本来就是我的。谢太子殿下。你们为何只顾着自己玩闹，却不与沈婉妹妹一块玩？今日她才是家宴的主角。太子殿下，臣女们一直都在跟沈小姐一块玩啊。太子表哥，好久不见。我就是沈婉啊。你是沈婉？那他是谁？太子殿下，太子表哥误会了，她是臣女的双生妹妹，叫沈莲。从来没听过沈家还有个二小姐啊。妹妹自幼体弱多病，一直养在外面，今日才回府呢。大家以后可不许欺负她哦。莲儿妹妹当真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颇有沈夫人的端庄秀雅之姿。这子虽美如牡丹，却太过世俗圆滑，到底不如莲儿这种濯清涟而不妖的性子更惹人怜爱。前世你初见她时，她脸上的胎记已被我治好，你痴迷她的假才学，沉醉她现学现卖的贵女做派，倒也罢了。没成想这一世，她这般唯唯诺诺的模样，竟也能成你眼中的君子兰，真是快把我逗死了。沈大人好福气，一株双拼莲，长女如高岭之花，次嫡女如皎月温软，何不趁此机会向众人宣布沈家二女的风采？长女沈婉在外学医6年，复读4书5经，精通药理和医术，习得世家礼仪，上马能骑射，下马能执笔。婉姐儿，还不快向太子殿下行礼？姑方才已经见过婉儿表妹了，婉儿表妹的射术的确精湛，倒是莲儿表妹独自一人立于屋檐。听婉儿表妹说，莲表妹自幼体弱，一直被娇养在庄子里。看来婉儿已经和太子殿下说过莲儿的事，实在是当年微臣与夫人也没料到这一胎竟是双生花，只是莲儿生下来时身子骨太过娇弱，无法长途跋涉随我们回京，便留在附近的庄子。这10几年来，汤药断断续续不曾断过。我没有病啊，我也不常吃药，我身体健康的很。父亲是说，妹妹在庄子上养好了身子，如今身体康健，无需再用汤药。莲儿妹妹这身子，纵使是养好了，也还需再多养一养。女子一便是一朵娇花，疏忽不得。是，太子殿下说的极是。那不是府正真府的谢小公爷吗？他竟然也来参加沈家宴了。谢玉简，再过不久，你便会奉旨前往怀州办案，却在半路惨遭暗算，失踪半年。正是这失踪的半年，让沈家长子接替了皇城司都督一职，谢家失去权柄，才成了后来大婚之日任人宰割的鱼肉。参见太子殿下。谢慈，你可来晚了，待会儿要罚酒。应该的。太子殿下，关梅亭已备好戏曲，不如一步去那边坐吧。如今你与他只是陌生人，你要做的是帮他避开怀州的死局，改变谢家的命数。姐姐，我有话想和你说，我们能不能去那边聊聊？好啊。姐姐，你能不能把太子殿下让给我？姐姐，我知道父亲想把你送进东宫，但方才你也看到了，
父亲为了衬托你，故意在太子面前贬低我。幸好太子殿下眼明心亮，他亲口允诺，回宫后便商议接我入宫，他要娶我当太子妃。姐姐既然是个识大体的人，就把太子殿下让给我吧。凭什么要我让给你？姐姐看不出来吗？太子殿下根本不喜欢你。姐姐这么美，就算不当太子妃，也能嫁个家世顶好的。你看，那位镇国公府的小公爷，他也在看姐姐呢。你何必自寻苦楚？强扭的瓜不甜。若是姐姐我偏不让呢？既然妹妹这么喜欢太子，待我嫁入东宫，便由我做主，许太子纳你为妾。不，谁要做妾？这就受不了了。你拿什么跟我比？就凭那区区一枚九尾凤钗吗？你知不知道皇后姑母每年都会送凤翼珠钗到我衣门下，接你回省生活了10天半个月，就忘了自个儿是从哪里爬回来的。你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丑东西！只要毁了他这张脸，他就跟我一样是个怪物。知道当年爹爹为何把你扔在庄子上吗？我告诉你个秘密，因为你长得实在太丑了，让他觉得恶心。老夫人，不好了，二小姐在九曲廊把大小姐推下水了。无事，惊了只夜猫罢了。诸位继续用席。婉儿现在何处？谁把她救上来的？已经送回琳琅阁了，是谢小公爷跳进冰湖里拖上来的。在场还有谁看见？老夫人放心，当时无外人。谢小公爷急起识趣。今日是你们2人拼死将大小姐救起的，与旁人无干。若敢走漏半点风声，毁她清誉，我绝不轻饶。不要碰我，我自己会走！放开我！你们这些下贱胚子，凭什么抓我？闭嘴！吵死了！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不知死活的蠢货？老夫人，夫人，二小姐当真是疯了，竟当众说出不知羞耻的话，羞辱大小姐。你胡说，明明是她羞辱我。她说了什么？回老夫人，二小姐逼迫大小姐，她把太子殿下让给她，这也叫羞辱。太子殿下本来就喜欢我。大小姐好言相劝，说婚姻之事全凭家主与夫人安排，二小姐却反唇相应，说家主偏心。说满园的世家公子都对大小姐生出爱慕之情，大小姐不缺男人，就该把太子让出来。说完这些，二小姐便突发恶心，将大小姐狠狠推入冰湖。难道我说的有错吗？太子殿下亲手送我凤钗，他喜欢的是我，根本就不是沈婉。混账东西！世家贵女哪里养得出你这种勾銮院里的谄媚之语？偏你不知廉耻的说得出口，还敢在婉姐儿面前大放厥词，简直污了我婉姐儿的耳朵！惊世，这就是你执意要从庄子上接回来的沈家嫡女？你看看她这副野蛮粗鄙的作态，哪有半点大家闺秀的风范？你想让沈家100年的基业全败在这个蠢货手里吗？我什么模样还不是你们沈家给的？是你们要把我接回来的？难道是我求着你们接我回来的吗？畜生，你快跪下和你祖母道歉！凭什么道歉？沈婉能被娇养长大，我却流落在外。要道歉，也该是你们沈家给我道歉。香儿，快把她送出府！我没这个女儿。娘，不要把我扔了，我不走。拉开他！哥哥救我！我是你嫡亲的妹妹啊！放开他！老大，不能留他，他差点害死了婉儿。祖母、母亲，我是来告诉你们，太子殿下执意要选二妹妹做太子妃。是，太子是瞎了眼吗？父亲正在极力游说，先把他关进院子禁足，
等此事尘埃落定再行处置。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尚书府嫡女沈莲品貌出众，秉性端淑，赐婚太子为太子妃。老夫倾尽全族资源培养出的完美嫡长女，太子竟视而不见，最后竟选了那个不识半点礼数的丑东西。尚书大人，夜深了，殿下已经歇下了，你有什么事儿，明日……太子殿下，请您杀了微臣吧！舅舅，你这是何意？二女儿沈莲自幼失教，行粗鄙，不识礼数。她若入主东宫，日后定会军心大怒，株连沈氏九族，请殿下赐臣一死。够了！姑今日在沈家亲眼所见，她知礼温婉，比沈婉那个跳脱的张扬性子好上100倍。哼，姑知道沈家想把沈婉塞进来，姑从你家出来就去父皇那儿求了圣旨，断了你们的念头。怎么，沈大人莫非想抗旨？罪臣不敢。夜闯东宫，是沈婉在那儿哭天喊地逼你入宫的吧？姑告诉你们，姑此生绝不会娶沈婉，你们大可早日为她另寻高门，莫再肖想东宫。殿下，当真要沈莲为妃？姑心意已决，她是姑选的人，无论什么样，姑都会亲自调教。请回吧。沈大人这也偏激的太过了，竟为了沈大小姐连夜闯宫。沈婉，姑倒是小看你了，为了这太子妃之位，竟能逼得父亲入宫以命相携，这般心机深沉的女人，简直令姑作呕。给姑宽衣，姑要去见父皇。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尚书府嫡长女沈婉温婉端庄，镇国公府嫡长子谢慈英勇善战，兹指婚2人，珠联璧合，则良辰完婚。婉儿和谢玉锦，太子的圣旨刚把那个丑东西捧上天，皇上后脚就把婉儿许给了谢家。沈家这到底是福是祸？婉儿，宫里连下2道圣旨，你妹妹成了太子妃，而你被指给了谢家。爹爹、祖母，这是天大的喜事，无论殿下选谁，只要是咱们沈家的女儿就够了。妹妹流落民间，本是我占了位置。爹爹放心，至于她脸上的胎记，婉儿会尽会心毕生所学，她医治。可以治。婉儿曾在木仙山医门翻阅过一本古籍，上面有个方子，可做成一块极薄的药膜，贴在脸上，能完美盖住胎记，与常人无异。那可能彻底根除？不能，此药膜只能解妹妹面见皇后的燃眉之急，且里面含有大剂量麝香，用久了恐有绝嗣的风险，必须由专人严格看管。婉儿身子已无大碍，打算明日就启程回木仙山，向师父求教根除胎记的法子。婉儿终究是被夺了太子妃之位，怎么可能没有怨气？万一药魔里她动了手脚，毁了沈莲的生育之能，太子绝不会放过我们沈家。父亲的意思是，今夜宵禁前，你亲自送沈莲上木仙山求医，绝不能给沈婉插手的机会。大小姐料事如神，大公子果然带着二小姐连夜出城奔木仙山去了。老爷这是防着您加害二小姐呢。沈正一啊，沈正一，你自负聪明，却不知木仙山正紧挨着怀州府。我这盘棋可从来不是为了沈莲那个蠢货摆的。沈莲大哥，你们这一趟就替谢玉锦去鬼门关里趟趟吧。你落了水，身子没好全，便让你大哥直接带着你妹妹去木仙山了。你今日就陪娘上普华寺祈福。好，那我便陪娘上普华寺走走。你先去陪你祖母用早膳，我去安排马车。好，娘亲。臣女参见太子殿下。沈大小姐，姑知道你的心思。什么？过去15年，沈家所有人都围着你转，如今没有得到太子妃之位，心里不平衡，姑能理解。收起你这副幽怨妖宠的眼神，少在姑面前暗送秋波。殿下若是眼疾犯了，就早点回宫看太医。放肆！你少在这里欲擒故纵。姑以前不经人事，说了一些让你误解的话，你今后莫要当真。姑和莲儿的亲事已成定局，姑不想让莲儿误会。哦，哼。
徒儿，你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吗？太子殿下，臣女不知哪里又惹得太子不快了。你别跟着姑。行。外祖母，这里没有外人，无需多礼。姑今日来，是母后想见见莲儿表妹，特意来接她入宫的。殿下，莲儿昨夜旧疾发作，程萧便送她去木仙山寻李仙衣了。不如让婉姐儿先入宫谢恩。木仙山，那不是婉表妹所在的医门吗？是啊，李仙衣正是婉姐儿的师傅。外祖母，你们怎可瞒着姑，贸然把莲贝妹送出京城？姑这就带太医去木仙山接人。快，婉姐儿，你快去想办法拦下太子。祖母莫急，随女这就去。你真有心机，哄骗家人将你妹妹送到你的地盘。你以为姑不知道你那些暗杀手段？姑告诉你，若是莲儿出了什么意外，姑绝不可能娶你。你趁早死了这条心。那殿下还不赶紧快马加鞭去追？去晚了，说不定连心上人的面都见不着了。你和谢玉金的婚事，姑会让母后早日定下，绝了你的念想。殿下，出事了！押回京的江家嫡幼子江林逃了。怎么逃的？御林军中有内应，但他正中要害，跑不远。你派人去接沈莲，姑亲自去抓江林。娘亲，这些官兵像在找什么人？是叛贼之子江林在回京途中逃了，御林军正在搜山。妹妹莫怕，有儿哥在。江家3代男儿用血肉之躯镇守南疆白虎关，太子觊觎兵权，竟诬其投敌叛国，满门抄斩。江氏一旦绝后，下一个便是镇国公府谢家。婉儿，跟紧娘，别乱走。兄，老二，你带你妹妹去后山扶持祈福，我去找大师解签文。记住，绝不能离开你二哥半步。我知道了，娘。此签大凶，求大师解签。彼岸花开阴阳界，故者回头望人间，向前便是炼狱深渊。如今佛魔降临，必有大灾大难。大师，若这是一捆死结，将这死结斩断呢？一切皆有因果，你斩断了，因还在哪儿，结果都是一样。贫僧再劝施主一句：万恶生仇，从善得道。十二公子，太子殿下正到处找您。我知道了，我先送我妹妹回大殿。太子急召，片刻耽误不得啊！二哥哥，太子找你定是10万火急的要事。我投完铜板后，便带丫鬟回去找娘亲，你不必送我。可是母亲让我寸步不离，寺里进了贼人，我不放心。那我这就走，哥哥早日抓到贼人，也好还佛门清净。确定贼人逃进寺内了？确定。请二公子速回上京，调禁军搜山。大师，方才那位解签的夫人，如今在何处？多谢大师。师傅，刚才那位夫人不是在禅房听无名师叔诵经吗？阿弥陀佛，他要找的人不在那边。花荣、花锦，你们在门外守着，我要进去找几本经书抄给祖母祈福，任何人都不可放进来打扰我。是，小姐。偌大的藏经阁被太子的走狗毁成这样，看来江林手里有太子势在必得的东西。横向18，纵细18。
谢小公爷，我是来救他的。江六公子唇色发紫，箭头有剧毒，且正中心脉，外面全是太子的人，你短时间内根本带不走他。外头的郎中解不了这毒，但我手里正好有解药。是太子派你来的？是。你不怕我杀了你？怕呀。你方才问我是不是太子派来的，我若说不是，小公爷铁盾不信；我若说是，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为何现在门外没有御林军，只有我的2个丫鬟？我在南疆学医时，曾随师父下山救治战乱士兵，却不幸遭遇悍匪劫持。当时江家军7、8成兵力全在主战场死守商国疆土，伤亡极其惨重。江老侯爷接到我们被劫的消息时，自己已断了半臂，可即便身负重伤，他依然带了1万人踏平山寨，把我和师父从土匪窝里救了出来。江老侯爷是我和师父的救命恩人。黑风岭一战，我和师父进了军营做军医。谢小公爷，你长在上京，一定没见过赤焰过江，霞映天吧？尸骨成山，血肉成河，纵然战至最后一人，江家军也不曾退缩半步。如今他们却被按上投敌叛国的死罪，我怎会信这种混账话？只怕是什么？太子殿下！可惜，我信得过你的医术，却信不过沈家的人。你们大小姐在里面干什么？把门给我撞开！得罪了，沈小姐。小公爷，我若不在外面挡着，谁也活不了。当真是有心机，故意追到普华寺，摆出这副姿态来吸引姑的目光。这字是你写的？是呀，太子表哥，给你瞧瞧。你好好说话。姑问你，姑方才看到谢玉竟往藏经阁方向而来，你看到他了吗？臣女。看到了。太子殿下可是要找谢小公爷？大小姐在哪里见到了谢小公爷？就在来藏经阁的路上，他好像身边还带着一个人。如实说来，此人乃朝廷重犯，若有半点隐瞒，视为同党。臣女没看清那人的模样，只看到谢小公爷扶着一个小僧，那小僧似乎病得很重，软绵绵地靠在小公爷身上。臣女本想打招呼，但小公爷见了我，便立刻带着那小僧往斋房的方向去了。剃发换僧衣，难怪搜不到人。哼，去斋房搜。是。太子殿下，奴才把沈二小姐接回来了，安置在了禅房里。可请了太医看她的旧疾，罗太医说二小姐身子并无病疾，比奴才还要健康100倍呢。没病？那沈家连夜把她送走，果然是你在捣鬼。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还敢说不是你做局送走莲儿的？姑最后一次警告你，休想再动她！太子殿下，你就那么喜欢臣女的妹妹吗？姑不喜欢满腹算计的女子。你纵有嫦娥之貌，却长着一颗蛇蝎毒心。若敢再动莲儿，姑定让你滚出上京城！哼！参见太子殿下。莲儿已是姑的准太子妃，你们沈家竟为了偏袒沈婉那个毒妇，要把莲儿打发出上京。殿下明鉴，微臣绝无此意，微臣只是想带妹妹去求医。不必解释了，母后想见莲儿，这段时日，姑会直接将莲儿接进宫中，留在母后身边学规矩。进宫？
完了，若皇上和皇后看到他脸上那夜叉般的胎记，那是欺君之罪，沈家要被满门抄斩了。莲儿妹妹，你在沈家受苦了。殿下别过来，莲儿旧疾发作，怕将病气过给殿下。你不必在姑面前装了。太子殿下，我没有想要骗你，你别怕姑，姑只是气你，不该为了躲避沈婉的欺凌，就和家人合伙装病骗姑。姑既然选了你，绝不会因为你身子弱就嫌弃你。原来他没发现我的胎记。姑知道你在沈家不容易，姑今日就接你入宫，等到大婚之日，你再回沈家出嫁。入宫学规矩，这斗篷能遮一时，怎么可能在宫里遮几个月？我绝对不能进宫。殿下，我想先见大姐姐。夫人，大小姐在那儿。怎么就你一个人？普华寺到处都是官兵，我不是让你寸步不离跟着你二哥吗？娘，二哥被太子唤去搜山了，我路过藏经阁，顺道给祖母抄写了几份经文。娘，大姐姐，太子是疯了吗？怎么把这催命的丑东西接回来了？臣妇见过太子殿下。莲儿有话同你说，你们二人去对面那座翠波亭。莲儿莫怕，姑就在这儿盯着，你过去吧。大姐姐，我们去亭子聊吧。好啊。岁岁，如今全家人的性命都系在你一人手上，一定要渡你妹妹过这道鬼门关。沈夫人，你有什么话不能光明正大的说，非要背着姑跟她咬耳朵？娘，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看妹妹的。彼岸两生花，画一佛一魔，手持万魂帛，落笔满门哭。一佛一魔，沈家不能就这么完了。姐姐，太子殿下要接我入宫学规矩了。那就恭喜妹妹呀。不是的，姐姐，我没有要炫耀的意思。哎，妹妹，你可千万别在这儿哭。若是哭花了妆容，吓着了亭子外面的太子殿下，那可就不好了。我听大哥说，大姐姐能制出一种药膜，贴在脸上便可隐去任何疤痕胎记。姐姐，你帮我制这药膜吧。殿下要带我入宫，我若这样进去，绝对会被人识破的，到时候全家都要背上欺君之罪，轻则流放，重则杀头啊！那可不行。姐姐，为何不行？大哥难道没告诉你，我那药膜若是用多了，容易绝嗣吗？姐姐，我真的很喜欢太子殿下，我不能失去他。大哥说短期用无碍，姐姐定要帮我，我不能失去太子殿下。莲儿，你求他做什么？太子殿下，皇城司接密报，寺内藏着大辽细作，伪装成僧人。微臣特意便衣捉拿，没想到蒋副将竟带着御林军要从微臣手里抢人。太子殿下今日大动干戈，也是为了找这细作吗？你帮蒋副将做什么？微臣合理怀疑，他与大辽细作是同党。去你娘的细作！你别让老子出来！你蒋清是孤派来捉拿从犯的，你放了他！待微臣向皇明调查，若蒋副将当真无辜，微臣必定登门道歉。带走。沈夫人，微臣今日离家，父母将祖传之宝交托于我，嘱咐务必当面交到沈大小姐手上，可否借一步与令仪说几句话？麻烦太子殿下和沈二小姐把这亭子借微臣用一用，
姑不喜欢沈贤，却也不喜欢看到沈贤和另一个男人独处。太子殿下，你莫要被这个女人的外貌迷惑了，小心牡丹花有毒。这脑子有病吧？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多谢太子殿下提醒。小公爷，多谢。听闻你擅长剑术，这是我家老爷子非要我送你的。你若不喜欢这等凶煞之物，功太沉，太贵重，可否换一样信物？这是我的定情信物。谢家商行的令牌，谢氏铺子里的东西，随你挑。谢小公爷是打算用整个家当来聘娶我吗？真别说，让你猜中了。既然如此，那我定不客气，就当是今日的枕巾了。殿下，蒋新贵手里有御林军的把柄，若是被谢玉锦撬开嘴，对沈家和殿下都极其不利啊！孤绝不会给他查下去的机会。父皇正为怀州府海盗之事烦恼，孤回宫后便上奏将谢玉锦调去剿匪。你提前在怀州府布局，孤要谢玉锦有去无回。怀州府盗匪横行，杀人放火好时机，望君保重。冰肌玉骨，明眸皓齿，娘亲，您看看妹妹如今这张脸，可还令您满意？太像了，夫人。二小姐这模样，简直把您的美貌全继承了，和您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娘，我这样子可以入宫了吗？好孩子，娘陪你入宫，去见皇后娘娘。沈夫人，太子殿下要启程回宫了，不知夫人这边准备好了吗？李公公已经收拾妥当了。殿下发话了。二小姐身子弱，就坐殿下的马车入宫，殿下亲自骑马护送，奴才这就领二小姐过去。莫怕，有娘陪着你。上了马车，娘再细细教你宫里的规矩，绝不会让你出半点差池。岁岁啊，过2日你也要入宫给皇上皇后谢恩，今日你就先回府歇息，娘回头再专门陪你一块入宫。皇后娘娘懿旨，娘娘说了，既然太子殿下要接沈二小姐入宫，不如叫沈大小姐也一块儿去。娘娘已命御厨备好了晚膳，请2位小姐一同伴驾。岁岁这一去，莲儿的风头岂不是全被抢走了？母后定是故意的，现在指不定心里怎么乐开花了。进了宫，不该你说的话，就给姑好好闭上嘴巴。他这是什么态度？方才面对谢玉锦时笑得那般不矜持，怎么到姑面前就装高冷了？哼，姑明白了，他这是在欲擒故纵，想用这种手段重新吸引姑的注意，简直可笑。大小姐，太子殿下以前何曾这般对待过您？怎么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奴婢是怕二小姐那样不识礼数，进了宫还不知会惹出什么祸端，可别连累了大小姐您。花景担忧。连累？怕什么？母亲此刻怕是正在马车里手把手教她呢。可惜啊，规矩这东西可不是3言2语就能装出来的。算了，你也别学了。娘，我哪里做的不够好？我可以改正，我不能失去成为太子妃的机会。短时间内也是为难你了。当初你大姐姐学着规矩，
足足花了3个月。你入宫之后，就死死盯着你大姐姐的动作规范，尽量照着做。你刚从庄子回京，想必皇后娘娘也不会对你太过苛刻。好，我听娘的话。你只要记住，见到皇上皇后要行礼，他们不让你起来，你绝不能起。皇上或是皇后说平身时，必须先谢恩再起来。这几个要点，切切不能乱。是娘，我记住了。大姐姐，我们一起走。臣女给皇后娘娘请安，皇后娘娘万福。婉姐儿，快到姑母身边来，姑母有许久未见你了。是。娘说了，皇后不叫起，绝不能起。皇后刚才没叫我过去，我是不是就不能动？对，不能动。免礼，谢皇后娘娘。这蠢货在干什么？这位莫非就是沈家刚接回府的沈二小姐？皇后姑母，那的确是臣女的妹妹，单名一个莲字。起来吧。皇后娘娘许你平身了，快向皇后娘娘谢恩起来。谢皇后。烂泥扶不上墙的蠢货，简直在把沈家的脸面放在脚下踩。皇后娘娘，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刚才蹲太久了，腿发麻。看来沈二小姐的规矩得好好学一学了。我会的，我一定会学好规矩给娘娘看的。二小姐，在娘娘面前，你要自称臣女，回话要先说回皇后娘娘，绝不可自称你或是我。够了！皇后娘娘息怒，都是臣妇未曾严加教导。此次回府，臣妇定将她重新教好。皇后姑母请息怒，当初臣女学宫规，也将学了3个月才成。臣女相信，若有姑母的人亲自调教，定能让妹妹飞速成长。人非圣贤，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通天的本领。您说是不是？起来吧。婉姐儿及笄时，本宫少备了一份及笄礼，如今是给你补上的。臣女谢姑母赏赐。这步摇比太子殿下送我的9尾凤牙还要华贵拜，凭什么是他的？本宫罚了，管姑姑送沈夫人离宫。娘，皇后娘娘不是说要留我们用晚膳吗？怎么就走了？娘，你为何打我？我为何打你？我都按照娘说的去做了。娘说，只有皇后娘娘说平身，我才能起身。皇后一直没说平身，我怎么敢起？这能怪我吗？我不知礼教，在殿前失仪，难道不是你们造成的？你在说什么？我说这都是你们的错！你们把我扔在外面15年，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我跟着养爹走街串行，街头卖唱，从未有人教过我什么世家礼仪。而大姐姐呢？她霸占着属于我的一切，享受着最好的礼教。我若有她那样的好生活，我也能行走端庄，我也能成为皇后喜欢的贵女。闭嘴！你这个蠢货！是，我是蠢货。那你接我回来做什么？倒不如让我死在外面。你看看我穿的是什么，全是大姐姐不要的破烂。再看看她，屋子里堆满了金银首饰。田儿，我就算把婉姐儿的一切都给你，你也做不成她那样的人。娘怎知我不能？太子殿下能看上我，为何就没看上大姐姐？人贵在自知。若太子知道你脸上的东西，他可还会喜欢你？
礼数可以学，可这如影随形的胎记……娘，你帮帮女儿！大姐姐医术那么厉害，她一定可以治好我的脸的。好，那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从明日起，你的一切用度全按你大姐姐的来。她几时起几时休息，上什么课学什么礼，都必须跟她一模一样。你只有3个月的时间，学得成便能生，学不成便只有死了。大小姐，夫人和二小姐终于消停了。奴婢刚才看夫人上车时，脸色黑得跟关公似的。大小姐，二小姐是不是在宫里闯下大祸了？这才只是个开始呢。前世金妙仪也请了宫里的教养嬷嬷，可沈莲资质太差，把人硬生生气走了。这辈子若没有我在她身边言传身教，帮扶提携，且看她沈莲在京城的贵女圈里能走多远。向目标中匍匐，全速前进！这么快要去怀州府了，我塞在锦囊里的纸条，他到底看到了吗？停下！快停下！大小姐，你可撞上了！我没事，怎么回事？大小姐，马彻底失控了，拉不住了！大小姐，你要做什么？外面太危险了！北门外有一处断崖，若不稳住车身，我们所有人都要粉身碎骨。那我们该怎么做？死死扶稳！大小姐不可，快往后拉！你这样松开绳子，马会跑得更快的。越用力死拽，马就越受惊癫狂。前面就是悬崖了，放松束缚，让它顺着本能跑，车身才不会翻。给我稳住！解连珠弩一用。别追，先救人！督主，坐稳了。要不要下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多谢你的万魂弓。沈大小姐果真骑射精湛，这把弓很适合你。它不适合我，你拿回去。那么，沈大小姐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我给你留的字条，你看到了吗？你还留了字条？没有啊，你给我写了什么？既然督主非要我亲口说，那便听好。太子与沈承霄已在怀州府设下陷阱，只等你带人过去，便在海上设套杀你，让你有去无回。那你呢？我？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总不能是我家老爷子也对你有恩，你想救我？木仙山修一也修道，无君子则道不举。我知道沈家的人不值得信，你信不过我，但留个心眼儿，多提防身边人总无坏处。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这次我信。沈大小姐，多谢你给江离的药。他醒来后告诉我一件事，当年给江家军透露黑风岭地形图，挽救一城百姓的是你。江林让我给你带个口信。什么口信？你兄长沈承霄手里捏着江家长嫂邵氏，他腹中隐有3个月身孕，是江家最后的希望。江林想求你救救他。我知道了。有人来了，我该启程了，再见。再见，谢玉姐。下走！夫人有令，务必找到大小姐，务必找到大小姐。停下！大家四处找找。大师姐，终于有任务了，这次你要让我们干什么呀？入上京城，
东西南北制造暴乱。哇，天子脚下呀！不愧是大师姐。我要的不是普通暴乱，以万民为旗，皆恶人奸行，必须把事情闹大，逼朝廷调动御林军入城平乱。一旦御林军出动，营地空虚，你立刻带精锐潜入救人。救谁？江家富饶。北门外有辆沈家的马车，顺手把他给我掀了。明白。外面怎么回事？夫人，暴民作乱，没法出城接大小姐了，快掉头回府！娘，快救我！保护夫人！你这个恶毒的蠢货！你竟然拿你亲娘挡灾！我差点被你害死，你知不知道？娘，我不是故意的，那些人太可怕了，女儿若是被拉出去，肯定会被撕成碎片的。你也知道会死，那你刚才还推我！怎么伤成这样？家主，北城闻乱民暴动，大小姐的马车冲出城外，下落不明。夫人与二婶的马车被乱民推翻，人也不知所踪了。去调集护卫，找回夫人和2位小姐。沈大人，莲儿回府了吗？殿下，微臣失职，内子与2个女儿至今未归，他们在混乱中被人带走了。微臣正要入宫向殿下借调御林军，莲儿被人带走了。今日他们出府时，姑就该让你多派护卫。他如今身份不同，若有半点闪失，姑拿你试问。沈明，立刻去调御林军入城平乱。可是殿下，今夜怀州府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闭嘴！沈莲是姑的未婚妻，是未来的太子妃，给姑不惜一切代价，保她完好无损的回来。是，奴才遵旨。大师姐，御林军大营翻遍了，没有找到那个叫邵氏的孕妇。是你是李神医的徒儿，婉婉丫头。是我，江老夫人，江陵还活着。江陵希望你们活下去，我会派人继续找邵氏。现在先送你们去木仙山避难。不用了，沈丫头，谢谢你。但我们不能把杀头之祸引去医门。那你们想去哪儿？我们做梦都想回去。我们要用我们的命为江家儿郎伸冤。你们想以死明命，去状告谁？告太子！匹夫撼树，江家落到今日这般地弊，你们以为皇上不知道是太子干的吗？江家在南疆功高寨主，为何这么大的勋交家族，连押解回京重审的流程都没有，就直接在江府满门屠戮？因为影响太大。上面的人想快刀斩乱麻，你们这样去告太子，还没走到宫门，就会被暗杀在街头。难道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江家死得冤啊，这天道不公！别哭了，大不了我去把太子的头割下来挂城门上。杀一个人容易，但江家叛国的罪名就会彻底作数，遗臭万年。魏姐姐，有办法的。什么办法？再等20日，就是太后寿诞，全上京世家宣族都会去永信宫贺寿。你们写好血书，但记住，绝不能告太子，只能状告太子的走狗蒋新贵与王德全。为什么？告太子，皇上为了保储君，必会把你们全杀了灭口。只有给皇上一个现成的替死鬼担下一切，他为了平息众怒，才会顺水推舟，还江家男儿一个清白。谋算要一步一步来。活下来，才能为死去的人报仇。好，就按沈小姐说的算。沈丫头，现在外面御林军到处抓人，你要送我们去哪里躲这20天？永信宫。如今北城门是何人在带御林军平乱？
太子，还有沈家二公子沈成风。好，派几个人潜伏进暴乱的流民中，把沈二少爷拉下马。我要他一双腿！我的脸！别怕，姑来了。太子殿下，真的太可怕了！二小姐，你快叫人救救夫人！夫人刚才被你硬生生踩伤了脸。太子殿下，方才马车被人翻了，太黑了，我没看清，我不是故意的。姑知道，不是你的错。姑这就去叫你二哥过来救你母亲。啊！我的腿！夫人，二少爷定会没事的，二爷定可以活。娘，还愣着干什么？快请太医为沈二小姐也检查一下。夫人，二公子情况不妙，太医说大腿被踩烂了，血止不住，若要保命，必须立刻截肢。夫人，那还愣着干什么？自然是保命要药，快叫太医截肢。告诉太医，保住沈二公子的性命。如若实在保不住双腿，不可！太子殿下，求您开恩！沈灵，大小姐在哪里？夫人，大小姐的马车冲出城外了，属下正派人去找。求殿下再多派些御林军，找回婉婉。她是李献一的徒弟，太医保不住的腿，她一定行。娘，若因为等大姐姐而丢了性命，那才是得不偿失啊！二哥哥只是没了一双腿。你闭嘴！夫人，老爷回来了。老爷，快把人婉婉找回来！凤儿的腿要截肢，孙孙一定有办法的。你痛不痛啊，大小姐？放心，这手能养回来。大小姐为何要弄伤自己？何勇，安林村人士，原姓顾，名景安。15年前，沈正一为了抢走刚出生3天的顾家女儿，强行冲入顾家，毒哑了那对善良的夫妻。大哥，我说的对吗？大小姐认错人了，马车已经修好，奴才送大小姐回府治伤。哥哥，6年前我就知道自己不是沈家女，回沈府前，我早已去安林村看过爹娘。大哥，我绝不会贪恋沈府的荣华富贵，家仇我一刻未忘，你可愿信我？那我可以唤你一声燕宁吗？爹爹说燕宁安乐，天下皆欢。可以，接下来我们兄妹并肩同行。你的手没事，沈家的人来了。6年前，沈城在街市纵马，踩碎了二哥顾景洪的膝盖，毁了二哥一生的仕途。今天我断这只手，就是为了拖延时间。你很快就会知道，我为二哥报仇了。记清楚，马车失控，我们遇见了谢小公爷。我的手是翻车时摔断的，只是马车失控，沈府不会就这样轻轻放过。大哥怕是免不了要受些皮肉之苦，暂时会卸掉你现在的职务。我知道了。大小姐，家主急令，速速接您回府。二公子在城门遇袭，血流不止。太医说，怕是要截肢保命。截肢？二哥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大小姐，您的手摔断了，骑不了马。二哥的情况耽误不得。沈护卫，不必管我，哪怕是爬，我也要回城救二哥。马车已修好，可以走快些。大小姐，您对自己下这么重的手，这又是何苦？何苦？6年前，沈成风当街纵马，踩碎了我亲二哥顾景洪的左膝。我二哥2岁开智，5岁成师，本该是商朝最年轻的榜眼，全毁在他马蹄之下。天哪！可沈家呢？只派了个破管事，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扔下1两银子，
甚至暗中买通黑心郎中，不顾我爹娘磕头哀求，生生锯下了我二哥的左腿。上门讨公道的爹娘被乱棍打出，管事甚至威胁，再敢闹，连二哥另一条腿也一起砍了。他毁了我二哥最耀眼的人设，如今不过是失去了一双腿，又算什么？为什么去了这么久还没有回来？娘，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二哥哥性命难保，不如听女儿的，让太医截了腿，保命要紧啊！沈大人，不能再等了，二公子的脉搏几近于无，现在就算截肢，也未必能救得回来，快拿定主意吧！爹爹，您难道想看二哥死吗？大姐姐马车失控，听说北门外就是断崖，她能不能活下来都未得知，难道要二哥陪葬吗？你给我闭嘴！沈夫人，请你端正态度，她是姑的未婚妻，是未来的太子妃。娘，我也是为了二哥好，博一线生机总比等死强，您为何非要怪我？就按莲儿说的，截肢，这是姑的命令，谁敢干扰太医，按谋害权臣罪论处。凤儿，大姐姐，你终于回来了！你要是早点回来，二哥哥就不用被父亲截肢了。二小姐，你碰到了大小姐的伤。如此蛮横的恶奴，拉出去杖毙！太子殿下，是臣女的一等中仆，全因护主心切才失了分寸。您若在沈家打杀了中仆，传出去，岂不是告诉天下人，忠也是死罪？姑打杀一个婢女，与效忠有何关系？贤士追随人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您如今是储君，若落下一个暴虐之名，让天下贤士寒了心，岂不是得不偿失？婢女臣女自会管教，现在最重要的是二哥的伤。爹爹，二哥的腿真的截了吗？保不住了。都怪女儿回来晚了，若是让我看过，或许还有希望保住。你凭什么能保住？罗太医都说不行。我随师傅在南疆当过军医，曾处理过几个被马踩烂腿的士兵。师傅曾一点点拼好碎骨，用特制高板固定。他们中有人现在已能下地自理生活了。那罗太医身为院士，竟然连一双腿都保不住，是不是既不配位啊？沈二小姐，是你一直在那嚷嚷着赶紧截肢保命，下官只是提意见，主意是沈家拿的。罗太医息怒，想必我二妹妹不是那个意思。护卫已经同我说了二哥的情况，出血不止，深度昏迷，情况如此凶险，若我师父遇到这么棘手的情况，也定会先保住患者的性命。大姐姐，你师父治的兵现在都能走路吗？那罗太医直接把二哥的腿砍了，二哥日后岂不是再也不能参加科上入试了？二儿子是我倾注所有心血，指望延续沈家繁荣的接班人，如今全毁了。家主，夫人醒了，正哭闹着要见您。小女儿不懂事，这一莫怪。长女的手刷伤了，还劳烦太医诊治。老爷，我后悔了，我好后悔！你快把沈莲那个扫把鱼送走！这世上没有回头路。怎么没有？这是不华寺的大凶之签，我当日就不该留他。你知道马车翻的时候他干了什么吗？他踩着我的头往上爬，他毫不犹豫地踩着我的头，踩着亲娘的头逃命。要不是他在皇后面前示意，我们怎会提前出宫？碎碎的马车怎会失控？我的风儿，我的大好前程的风儿，怎会为了救我们失去双腿？全是因为这个扫把星！够了！皇命不可违，太子盯得那么紧，沈家什么都做不了。他不知礼数，不但不能送走，还要亲自把她变成世家贵女。当初怎么培养的岁岁，就怎么培养她。那个泥腿子长大的野丫头，我怎么教得会？让沈莲搬去岁岁的院子，让他们同吃同住同睡一席。岁岁这个标杆亲自给他做示范，我就不信他学不会。前世你们竟是这般算计，
我被蒙在鼓里，手把手教他，最后他却窃我诗文，踩着我成了太子的白月光。你们害我母亲父兄长惨死，我定要你们血债血偿。谁？大哥，是我。你怎么来了？这里太脏，快回去。脱了，我看看伤。男女有别，妹妹，你把药放下，我自己来。神父拜高踩低，你被贬到马厩，哪个下人会好心给你上药？我不能离开太久，快脱！这些旧伤，之前上战场留下的，不碍事。大哥，你该回家了。我想留下来，你想报仇，我能帮你杀人。不，你留在这儿只能任人拿捏，而且看我的亲生哥哥睡在这种地方，我会心疼。听我的，回家。好，我听妹妹的。沈征一直想要斩草除根，灭顾家满门。我已经提前命人将爹娘秘密转移到了怀州府。明日我安排马车送你去怀州与他们会合。为何偏偏是怀州府？因为有人要在怀州府设下死局，杀一个人。大哥，我需要你帮我在怀州护住他。事情办得怎么样？禀家主，属下赶到安林村时，顾家老宅早已击毁。村民说，他们一家人早在1年前就搬走了。1年前，看来我们这位大小姐撒谎了。沈婉，你回府时说是途中偶然查出了身世，可我的人去安林村查过，顾家人1年前就消失了。爹爹，我骗了你，我1年前就知道了。他们是怎么跟你说的？他们说，当年看沈家富贵，就故意换了孩子，把二妹妹扔了，我以此为耻啊，爹爹！我怕这不堪的污点被发现，我就给了他们一大笔钱，逼他们立刻滚出安林村，这辈子都不许出现在我面前。好在顾家人识趣，拿了钱，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顾家除了沈婉，还有6个儿子，他们若想保住全家人的命，就得乖乖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里去。岁岁啊，哪怕是养一条狗也是有感情的。你当年只是个婴儿，爹爹从未怪过你。爹爹大恩，女儿定结草衔环，绝不和二妹妹抢太子。你能这么想最好，你只要把对莲儿的亏欠补上就好。1个月内，我要看到她脸上的胎记好转，你能做到吗？只要妹妹配合，女儿保证让她好起来。退下吧，这些日子你亲自跟着大小姐，她要买什么药材，你都好好配合。家主放心，老奴定会寸步不离地伺候大小姐，绝不让外面的药材出半点岔子。大小姐，您要给二小姐买什么药材，尽管吩咐老奴去办。采买这种粗活，哪能脏了您的手啊？贪了我二哥救命钱，害他没钱治病，惨遭截肢的狗奴才，我会让你怎么吃进去的，就怎么连骨带血的吐出来。那就有劳王管事了。二妹妹身子弱，用药必须是极好的。上京城哪家药铺最贵最好？那自然是仁和堂，就是这价格比别家贵上3成不止啊！1分钱1分货，沈家难道还缺这点药钱？就去仁和堂，你去备车，我去给二妹妹请个脉，咱们即刻出发。奴才这就去办。二小姐，日上3竿了，该启他学规矩了。太子殿下若是问起，滚出去！太子哥哥最疼我，他才舍不得让我受累。蠢货！太子表哥，你怎么知道姑在这里？太子表哥误会了，臣女是奉父亲之命来为莲儿妹妹采买药材调理身子的。你给她调理？你才学了几天医？你是不是怂恿你父亲想借机暗杀莲儿，好抢回太子妃之位？臣女没有，王管事可以作证。太子殿下明鉴呀，家主对二小姐极其上心，不仅让大小姐亲自抓药，为了方便照料，还特意安排同住一个院子，同吃同睡呢。同吃同睡，
你们沈家穷的没屋子了，要让姑的太子妃去挤别人的院子。殿下，家主是想让大小姐亲自教导二小姐礼仪规矩。礼仪规矩？手里藏的什么？拿出来！这是姑的命令。殿下，这只是调理的药方。活蜈蚣，毒蝎子，你管这叫调理身子？你这毒妇是想直接送莲儿归西吗？来人，把这毒妇给姑押回沈家。姑倒要问问沈正一，他安的什么心？水，给我把他拖起来更衣！放开我！你们这些贱奴！夫人，谁让你泼我凉水的？是你太强人所难！强人所难？你大姐姐学规矩时起早贪黑，何曾有过半句怨言？何曾敢踹自己的亲生母亲？我真是倒了8辈的血霉，才生出你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蠢货！宋嬷嬷，备车！我要进宫求皇后娘娘解除这个孽障与太子的婚约。不要，娘，我错了，我喜欢太子殿下，我不要回去当贱民。晚了，脱开他！滚下来！姑倒要看看你沈家怎么辩解。太子表哥，那个方子……少在姑面前扮可怜，真当姑看不穿你的心思。蠢货，那可是以毒攻毒的良方啊！3个月包管他肌肤如雪，只可惜，以你的多疑，绝不会让我碰这药一下。沈正一，参见太子殿下，不知舅舅，姑不想因为一个太子妃的位置和沈家撕破脸皮，因为姑尊重莲儿，爱护莲儿，就会对她的亲人爱屋及乌，但这不是姑给你们残害莲儿的理由。殿下，微臣绝无此意啊！没有，你以为把莲儿毒死了，姑就会娶沈婉吗？做梦！沈大人，沈大小姐开的这2张方子，里面全是活蜈蚣、毒蝎子，都是见血封喉的剧毒，若二小姐服下，必死无疑。你想害死整个沈家吗？这方子到底怎么回事？爹爹息怒，可是女儿从未说过这2张方子是给二妹妹服用的呀。太子殿下，臣女可有跟您说过一句，这毒药是给妹妹调理身子的？你，王管事，我出府前是不是说过，先去仁和堂，再写二妹妹的调理药方？可我们连仁和堂的门槛都没迈进去，就被太子殿下不分青红皂白的拦下了。是，大小姐确实是这么吩咐老奴的，这方子根本不是给二小姐开的呀！你狡辩！既然不是给莲儿用的，你当时为何不说？殿下看完药方，就抽起鞭子赶臣女上马车，御林军气势汹汹地把臣女包围。臣女想解释的，可殿下根本不听啊！好，你说这不是给莲儿开的，那你要这些毒物做什么？沈阁老在这儿，你休想糊弄过去！这是臣女给自己配的。沈大小姐，这可是剧毒啊！臣女在研究以毒攻毒的美容膏，这水蛭若是放在身上某个黑色的毒瘤上，便可将毒血吸尽，再配合蜈蚣毒蝎外敷，便可去腐生机。黑色的毒瘤，难道他说的是莲儿脸上那块黑斑胎记？莲儿，出了什么事？你们都在干什么？家主，二小姐不肯学规矩，夫人气得说要进宫退了她和太子的婚约，二小姐就发了疯，把夫人一把推下湖了。孽障！二小姐太勇了吧，连亲娘都敢往湖里推。那我们还去仁和堂抓药吗？不必了，闹了这么一出，太子必定把沈莲当眼珠子护着。走，别人搭好了这么精彩的戏台子，咱们怎么能不去凑凑热闹？收手吧！太子，他连亲生母亲都敢下死手，他根本……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你们把所有希望都搭在沈婉身上，想让她当太子妃。但姑今日就告诉你们，姑眼里心里只有莲儿。
姑绝对不会看错人。太子殿下敢保证日后绝不后悔？姑不后悔，姑此生唯莲儿不娶。求外祖母莫要再苛待莲儿了，就当是心疼心疼姑。好，请殿下记住今日的话，日后莫要后悔。沈婉，你跟在姑后面，随姑一块送莲儿去醉莲军。是，这是打算在我面前秀恩爱，好让我死心呢。你就站在门外。快，带二小姐下去泡个暖水澡，切莫染了风寒。殿下，发现江林藏身线索，先别打草惊蛇，继续盯着。太子殿下，莲儿这身好看吗？好看，好看极了。殿下，莲儿好喜欢大姐姐身上那件衣服啊，大姐姐穿什么都那么好看，莲儿好羡慕。女儿，进来，把你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莲儿。妹妹既然喜欢，姐姐当然可以给，只是殿下就不怕臣女整日摆弄那些毒物，这衣服上不小心沾了什么致命的毒粉。妹妹若是还喜欢臣女院里的衣物，不如臣女去回了祖母，把琳琅阁直接让给妹妹住。好，不准！姑会派宫里的绣娘给莲儿做全新的，谁稀罕你穿过的带毒的破烂儿？姑今日叫你进来，就是要莲儿彻底看清你的真面目。莲儿，你知道她今日去药铺给你配了什么毒药吗？毒药？你大姐姐去药铺买的是活蜈蚣、毒蝎子，还有流水鳗，每样10条，全是见血封喉的剧毒。要不是姑当场抓住她，还不知道她打算把这些毒物喂给谁吃。大姐姐，父亲让你帮我调理，你竟然想毒死我！臣女解释过了，那是美容膏的药材。太子殿下若不相信，也需讲究证据。沈婉，你别太嚣张了！你为了太子妃之位暗害莲儿，姑多看一眼都觉得脏。你这是什么眼神？没什么，若殿下无事，臣女先行告退了。哼，莲儿，听姑的，以后沈家给你的任何东西，她给的药丸直接扔掉，明白吗？莲儿明白了，大姐姐是因为喜欢殿下才想害我的吗？人心险恶，姑才会是你唯一的依靠。大小姐，家主和老夫人在西河堂等您呢。今日真是多亏大小姐解围，奴才差点被太子殿下吓破胆。莫慌，太子殿下只是有自己想护的人，并不是对您有意见。您今后可要对醉莲居的主子上点心了。等二小姐嫁入东宫，她便是太子妃了，前途无量。对了，我记得你有个女儿，叫鲸羽。是，鲸羽如今在夫人身边当差。若让鲸羽去二妹妹身边当个大丫鬟，日后跟着陪嫁进东宫。可是，鲸羽是夫人的人，奴才去要，怕惹夫人不快。若是大小姐能帮忙指点一二，奴才一家仍为您鞠躬尽瘁。既想让你女儿攀龙附凤，又不想自己得罪主家，这老狐狸想得挺美。这有何难？我回头在二妹妹跟前提几句，让她亲自开口向母亲要人便是。多谢大小姐，大小姐真是活菩萨呀！活菩萨，我是送你下地狱的活阎王。娘，哎呀，娘糊涂啊！对不起你，若不是娘偏要留下那个祸害，你就是太子妃了，娘也不会被他拽进湖里。哭有什么用？岁岁，太子到底跟你说了什么？你那2张药方真能治好那丫头的脸？爹，祖母，妹妹脸上的根本不是胎记，是毒瘤。娘怀胎时曾被人下过剧毒吧。生下孩子后，娘体内的毒是不治而愈了，是因为毒素根本没有消失，而是全部转移到了妹妹身上，长成了那块毒瘤。我一直以为的痊愈，原来是牺牲亲生女儿换来的。娘，虽然妹妹现在难以管教，但咱们千万不要放弃她，好吗？没错，带着这份极其沉重的愧疚感，去好好伺候你的小祖宗吧。你们越是互相折磨，我才越痛快。是，
必须治好他。可是太子殿下根本不信我，为今之计，只有请我师父李仙一出山。爹爹，祖母，你们可还记得6年前太子殿下被山匪掳走，身受重伤，性命垂危，连太医都束手无策，是谁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是你师父李仙一。师父对太子有救命之恩，若能让师父悄悄入府帮妹妹治脸，太子殿下定然深信不疑，绝不会再加阻拦。可是碎碎可是什么？你快说呀！师父脾气古怪，外人去定是请不来的，唯有女儿亲自走一趟。而且如今在太子眼里，我就是这个想谋害妹妹的眼中钉，只要我在府里，他就会死盯着沈家，连爹娘都会被我牵连。若我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太子殿下定会放松对沈家的敌意。正义，你意下如何？眼下只有这个办法了。皇后娘娘的意思是等明开春再定大婚，我们还有1年的时间。若让李仙一出手治脸，1年的时间绰绰有余。1年？看墨君里那急不可耐的样子，他可等不了那么久。不过，这倒成了我脱身的完美借口。碎碎，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娘这就去给你收拾东西，安排最舒服的马车，派人护送你回木仙山。你定要把你师父请下来。明日一早。殿下这也太夸张了，给二小姐派这么多人，皇后娘娘都不管管吗？管。太子这般护食发疯，连亲娘都防着，皇后早就撒手不管了。他这叫作茧自缚。接下来就看你的易容术了。我今晚先离开，明天沈家这出戏，你替我好好演。大小姐放心。二小姐，太子殿下吩咐奴才们寸步不离，您快开门啊！滚开！我跟我大姐姐说2句话就出来。二妹妹这么晚来，可是有急事？大姐姐，你给我的药膜全被那群工人丢掉了，我现在只有脸上这一张了。你再给我做一点吧，不然我怎么见太子殿下？妹妹，不是姐姐不帮你，太子殿下盯我盯得紧，而且我明日一早就要离府去请我师父下山了，实在没空给你做药膜。你要走，那我怎么办？求人不如求己，妹妹如此聪慧，不如自己做。这是药膜的原方，你自己照着配，千万别告诉太子是我给的，免得他又来找我麻烦。好，我绝不说，我先回去了。妹妹留步，有句话姐姐不知当讲不当讲，你可要小心爹爹身边的王管事。他怎么了？之前我见他看你的眼神极不干净，他这人好色。这个老色批竟敢觊觎我！也许是姐姐看错了，但妹妹生得这般丰满窈窕，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那个王管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个王管事仗着家主的事，听说光是小妾就纳了8个，私底下风流烂账一堆，府里谁不知道他是个老色皮啊？竟然是真的，这老色皮居然真敢觊觎我！让让，快让让，家主急见！二小姐恕罪，老奴没看清路。抓起来，快把他抓起来！他想轻薄我，他刚才摸我的身子。冤枉啊！老奴连你的衣角都没碰到啊！莲儿，谁敢欺负你？太子殿下，是他刚才想微薄我。又是你这个狗奴才，连姑的女人也敢碰！殿下明鉴，老奴是急着给家主送信，老奴真的没有。拉下去，乱棍打死，扔进乱葬岗，不准沈家收尸。蠢货，全都是蠢货！我用了30年的心腹，就这么被几句疯话打死了。太子欺人太甚！大师姐，
你终于出来玩了！人还活着吗？我用大师姐你的吊命丹喂过了，想死都难。小小姐，是你救了奴才，奴才感激不尽。师姐，这是从他死死攥着的手里抠出来的。大小姐，这密信事关大公子在怀州府的生死，求您务必亲自送到家主手里。小小姐，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费那么大劲把你从乱葬岗里刨出来，是为了救你一条狗命吧？15年前，安陵村，你帮沈正一抢走了顾家的女婴。不仅如此，你还对那女婴的亲姑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恶行，害她被退亲，遭人唾骂，最终得了失心疯。你竟然全都知道！你骗了家主，你骗了整个沈家！若你们没做过亏心事，我又何必骗你们？知道我为何要让你活到现在吗？城门暴乱是我一手策划，沈成风坠马断腿被截肢也是我一手谋划。而你，我只不过对沈炼极其随意的提了一句你好色，就轻轻巧巧的要了你大半条命。你是个魔鬼，你害了二少爷，难道他不该死吗？6年前，沈成风当街纵马，踩断了一个15岁少年郎的左腿，原本20两银子就能治好，他来年还能参加科考。可你呢？你这贪婪的老狗，贪了19两救命钱，只给顾家留了1两。顾家上门讨要，你不仅不给，还直接派人截了那少年的腿，把他们赶出京城。那个被你们毁了一生的少年叫顾景洪，他是我嫡亲的二哥哥。完了，若那封信不能准时送达，大公子完了，沈家全完了。把他拖上马车，我们启程去怀州府。何勇，你不是被赶出沈家了吗？我不叫何勇。我们是亲兄妹。大哥，就是他害了二哥的左腿，我本想把他带回顾家，但怕爹娘看了反胃，交给你了。你害我兄长之残，这笔账断不能清算。我不会让你痛快死去，只会让你余生都活在悔恨里，日日承受病痛与煎熬，为你做的恶付出代价。妹妹，你要我查的那个人，现在就住在临水阁客栈。他们在等2艘沈家的商船，大概3日后，沈家的船就会驶入怀州府海域。他们打算拿沈家的船做诱饵，引出附近的水道，再联合知府一网打尽。妹妹，这趟浑水太深，你到底要做什么？大哥放心，我自有分寸。他住哪间房？2楼，天字号第8间。帷帐内的朋友，出来吧。沈大小姐，你为何在这儿？我是特意来怀州府找谢小公爷谈合作的。合作？谈合作之前，我想先聊聊江家富饶。是你救了江家的人？是。说吧，你想怎么合作？沈承霄临时改变了作战方案，他故意让你跟后面的货船，打算利用水道抢来的火炮，将你连船带人轰进海底。这密信上的暗号是你译的？对，他还没来得及送回沈家。那你想怎么做？我保你一命。等船翻了之后，你帮我找到船上那幅准备送给太后的28宿星君图。如果我没记错，这图是你三哥买的，而设局杀我的是你大哥。就在你离开上京那晚，沈家二公子坠马，双腿尽断，被截肢了。是你一手策划的？是。谢督府，客栈进了小贼，打晕了小厮，请开门搜查。原来这客栈里的小贼
是沈大小姐。谢督主这么早就休息了，正准备躺下，沈大公子带着这么多人堵门，有何贵干？为保督主安全，临水阁必须严查刺客。搜！还有一处没搜，谢督主莫不是私藏了刺客？我若不准呢？哼，既然督主觉得没问题，那就算了。出去！谢小公爷，堂堂皇城司督主，跑到怀州府来着急？我的私事你也管得着？怎么，我还要为你妹妹守身如玉不成？你该不会到现在都还是个厨吧？看个背就急眼了。下贱！沈小姐，我的一世英名算是彻底毁在你身上了。沈承霄生性多疑，情急之下出此下策，算我欠你一个人情，回头帮你澄清。你千里迢迢来送救命情报，是我欠你一传人的性命，何来你欠我？是我欠你，我欠了你比整个镇国府的性命。本觉得好看，买来给我母亲的，你若不嫌弃，将就用吧，回头我再给她买。那我就不客气了。好了，我该走了。他连自己的亲生二哥都能狠下胡手，对沈家恨之入骨，她绝对不是沈正义的亲生女儿。沈家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师姐，后面有2拨人跟踪，要不要做了他们？哪2拨？一波是沈承霄的暗卫，不过刚才在一个巷口被另一拨人极其干净利血的割了喉，现在只剩1个人在跟着了。我甩掉他。不用，只管往前走。谢玉姐，既然你这么好奇我为何要置父兄于死地，那我就亲自把这个答案摊开给你看。老爷，夫人，咱们家小姐回府了。小姐，这里是顾家，她不姓沈，她姓顾。爹，娘，我回来了。15年前，他带人抢走我时，给爹娘强行灌下了哑药。后来我虽帮爹娘解了残毒，可当年的噩梦却成了他们的心结，让他们至今都无法开口。爹娘，王管事已经付出了代价，接下来我会让沈正一和金美义把欠你们的连本带利的吐出来。原来如此，她根本不姓沈，她是顾家的女儿，难怪她连亲生二哥都能下狠手，难怪她对沈家恨之入骨。沈正一，你沈家当真万死难辞其故！师姐，我就是太感动了。小兄弟真是性情中人。爹娘，我这2日就住在家里了。哎呀！二弟，叶宁回家了。燕宁，别怪你二哥，自从断了腿，他就是这样。二哥哥他以前总说要考中状元，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他的眼睛里以前是有光的呀。大哥，今晚有月光。是啊，不过15的月亮才是最圆的。大哥错了，不管是残月还是圆月，它只要还在天上，就依然能散发光芒，照亮世人脚下的路。大哥，跟我说说你当年参军的事吧，为何后来又没有留在军营？燕宁，我过去的事别提了。大哥，我想知道，
必须知道。我当年入的是御林军的一个分支，我的队长就是被谢玉锦收押的蒋新贵。我以为只要拼死立功就能出人头地，可后来我才发现，那支军队根本就是权贵子弟的消遣。我们这些平民子弟，只要表现得太好，就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我每次考核都把蒋新贵打得鼻青脸肿，上峰让我让一让，我没肯。后来剿匪，13为了报复，暗中勾结匪土，他给我传了假情报，把我和126名平民兄弟死死堵在了黑风谷底。126个兄弟全被活活烧死，只有8个人活了下来。也是在那晚，我在火光里看到了沈承霄，那张和沈正义极其相似的脸，我就终于知道你在哪儿了。大哥，最近江家叛国投敌，满门抄斩的事，你听说了吧？听说了，我当年本想投奔江家军的，那是战神之军，可如今蒋新贵后来被编入江家军，成了江老爷子手下的猛将。江家是被蒋新贵害的？他只是条咬人的狗，真正的主谋是当今圣上授意，太子亲手筹划，江家满门男子圈禁在江府里，被那群畜生用最惨绝人寰的手段活活折磨致死的。为什么？江家可是国之根本，是南疆的铁墙啊！金少他疯了吗？功高盖主。原来，无论是平民士兵的命，还是战神满门的命，在权贵眼里，都只是可以随时抹杀的蝼蚁。既然这腐朽王朝如此草菅人命，忠邪不分，二哥哥，这仕途咱们不入也罢，但你哪怕不入时，依然能用你笔下的刀锋撕开这虚伪太平的黑幕。江家被屠，除了那一纸伪造的叛国书，难道就没有那些趋炎附势的文人用笔墨推波助澜吗？大哥，我们走。你想让我做什么？世人被流言蒙蔽，玷污了江氏100年的清明。二哥，我要你用你天下无双的文采，御笔墨如千钧，还这天下一个真相。我们为什么要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去帮江家？他们对你有恩吗？唇亡齿寒，江家世代镇守南疆，如今南疆的铁墙被自己人推刀了，上头那群人尝到了屠杀忠臣的甜头，你能保证几年后他们不会用同样的龌龊手段去对付镇守北地的谢氏满门吗？若有一天江家死了，谢姐亡了，没有这些将士在边关抛头颅洒热血，这满朝的文武，天下的百姓，哪来的家，哪来的安居乐业？你把我想得太好了，我不一定能扭转乾坤，但我愿意一试。二哥哥，我不需要你去扭转乾坤，更不需要你去送死，我只要你这双暗淡了6年的眼睛里重新有光。大哥收了，二弟也收了，走吧，推你回屋。大哥，你是怎么找回妹妹的？燕宁她很聪明，是她先在沈家识破了我的身份。燕宁，顾燕宁，完了，我当真是中蛊了。我现在该叫你沈大小姐，还是顾燕宁？燕宁吧，我本就不是什么尚书府的千金，这农家女的身份，我不觉得丢人。刚才你在外面说的话，是在点醒我。你既然知道上头在分化谢家军，那就说明你连我的退路都想好了。燕宁，我们可以合作了。这是你身边的内鬼名单，以及怀州府避险方案。你我非亲非故，你为何要为了我如此费尽心思？因为你是我的未婚夫呀。我若死在怀州府，沈家立刻就会去退亲，你哪怕不当太子妃，也能嫁入高门。顾燕宁，你看着我的眼神，就像看着一个认识了极其久远的故人。我们以前是不是认识？怎么会？只是听闻谢小郎一战成名的威风罢了。所以被赐婚时，我心里
暗暗庆幸。谢小公爷，难道你不喜欢我这样与众不同的女子？顾衍宁，你可知，从北部回京的路上，我也一直在仰慕你。对不起，我不该冒犯你。因为在找我，沈承霄在找我了，我会帮你抹去行踪。我先走了。等等，这是沈承妖的匕首，抹了剧毒，你带着。好。回大公子，皇城司的人都上了后面的货船，是属下亲自盯着他们上去的。看到了，老三，你从南阳带回来的玩意儿还挺实用的。这可是我亲自选来送给穗穗的吉吉礼。你还不知道吧？她根本不是咱们的亲妹妹。15年前，是她那对贪慕虚荣的农家父母，把她和我们的亲妹妹沈莲调了包。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我只给穗穗带了礼物，都没有给我们的亲妹妹带。你船上那么多东西，随便挑一个送给她便是。那怎可随便送？为了给穗穗挑吉吉礼，我费了很大的心思，谁想到竟然不是我们沈家的血脉。那爹爹有没有把她赶出去？穗穗她是无辜的，这东西原本就是你要送给穗穗的，我替你保管。回到沈家后，我会亲自交给她。可我不想给了。那就送给大哥吧。大哥，家里人对沈婉到底是什么态度？我们沈家又不是多养不起一张嘴，祖母对穗穗有几分真感情，舍不得将她送回去，所以现在被许给太子殿下的人是莲儿，而不是沈婉，这就够了。老三，你以前可是最宠爱穗穗的人。我以前宠她，是因为我压根不知道她不是我们沈家的嫡女。现在我知情了，我就觉得膈应。唉，我不该同你说这些的。穗穗她毕竟是无辜的，能收留她就是天大的恩赐。她别再占着莲儿的东西。我做不到像以前那样待她，别再要求我。大公子，不对劲，四周围上来好多船，不是咱们的人。怎么回事？怎么冲着我们来了？中计了！快下船！小儿，妮儿，夫人，醒醒！老爷，快救儿子，船炸了！老大、老三就在船上啊！荒唐！你只是做梦，梦都是反的，绝不会有事。家主，出事了！出事了！一定是老大、老三出事了！说，怀州府飞鹰传说，三公子的货船遭受极其猛烈的炮弹袭击，船体瞬间解体，死伤惨重。大公子和三公子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夫人，按我的计划，虎一卫部署极其缜密，那些炮火怎么会落到我们自己的商船上？家主，大公子根本没用您的方案，他自己重新调整了部署。相当于咱们的虎一卫用的是您的方案去攻击，但大公子用新方案的飞鹰传输，中途被人拦截了。有人利用这个极其致命的信息差，设计谋害了2位公子啊！小儿，我的小儿，快去怀州府救他们！老大肯定还有一口气，我要去找他们们！福夫人回房，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她踏出房门半步。长子的书信被劫，一定是王管事，只有他极其熟悉飞鹰传书的门道。你立刻带人去乱葬岗，把王管事的尸体翻出来，我要极其仔细的查验。怀州府800里加急战报，禀报皇上，剿匪大军全军覆没。不知怀州府那边可有我儿谢玉锦的消息？他可还活着？如若战死，可有尸身？那船上也有微臣的2个儿子，不知可有下落？
许知府已找到谢二公子及沈三公子，沈三公子受炮伤及头部，昏迷未醒；谢二公子受轻伤，此役共计死5780人。皇上，那船上有一幅从南阳带回的28绣香军图，本是太后寿礼。这群匪土竟敢动朝廷官员和宫嫔，微臣愿亲自前往怀州府实行清除行动。沈大人，切不可轻举妄动。皇上，微臣听说有不少平民老百姓投靠圣岛。朝廷若是无差别击杀岛上的百姓，只怕会……什么老百姓？既然投靠了水匪，那他们就是强盗，他们此为是谋反，是叛贼。朕拨3000人运2000台从南阳买回来的炮筒，借此机会试一试那炮筒的威力。沈正一，你便和太子一同前往怀州府，清理圣岛匪盗，杀光不留。皇上，三思啊！剿匪只是拔掉一根刺，皇上真正要清理的是当下地方州府的毒瘤。一直阻碍沈大人，是不是圣岛与你有利益上的勾结？此次行动中，你的小儿子却是完好无损的回来。殿下，微臣尽忠职守。如若你觉得微臣和匪盗有勾结，大可以把微臣关入大理寺。微臣不接受毫无根据的揣测。当然，如若太子殿下觉得江家流的血还不够清洗这片山河，想要借着此事再向我谢家开刀，那就只管来。镇国公，朕知道你是替大商朝的基业着想，可沈尚书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那些百姓既然投靠了圣岛，吃穿用度皆是匪盗劫掠而来，难道就因为他们没有拿起刀枪，就能说他们清白无辜吗？可是皇上，正是因为他们的支持和纵容，才会助长这股歪风邪气。若是任由越来越多的人效仿，等将来这群叛贼势力滋长到可与朝廷抗衡时，我大商朝难道要眼睁睁被这些人吞噬？朕绝不想看到国破家亡、百姓流离失所的那一天。更何况，他们害死了朕数千精锐，朕总要给这些战死沙场的将士和他们的家属一个交代。交代？皇上愿意为几千士兵讨交代，却眼睁睁看着江家满门忠烈被奸佞陷害，不肯多花半分心思彻查，如此偏听偏信，实在不配为一代明君。沈正一，朕命你即刻回府收拾行囊，今日便率军出征，讨伐圣岛贼寇，刻不容缓。微臣遵命。圣岛的土匪，我要把你们杀得片甲不留，方能平息我心头之恨。家主，乱葬岗被烧了。烧了？什么时候的事？附近的村民说，半个月前的一个晚上，突然起了大火。半个月前，这么巧？去，把二小姐给我叫过来。是。二小姐说她不舒服，不想走路，让家主您自己过去找她。逆女！家主，冷静，你千万冷静啊！冷静！我5个儿子折了3个，断腿、失踪、重伤，全是因为他沈炼。爹爹，莲儿，爹爹有几句话想问你，你只管如实回话。起来吧。是，爹爹想问什么？王管事犯事那晚，到底是如何对待你的？爹爹是说那个色痞子王管事，他黑灯瞎火冲出来，撞到女儿身上，企图对女儿不轨。香菱之前就跟我说过，这个王管事已经纳了8个妾，还喜欢府里年轻貌美的丫鬟。他还总仗着爹爹您的事。幸好太子殿下来得及时，把他给打死了，否则还不知道我们家要有多少丫鬟遭到他的毒害呢。爹，你为沈姬尽尽地大半辈子，却因为这蠢货的一句话，惨死在太子的棍下。是你跟他说王管是好色的？对呀，爹爹，就是香菱提醒我的。香菱，你抖什么呢？你又没做错，府里所有人都盼着我当太子妃，若我被他害了名声，还怎么当？处置王管事那个祸害是应该的。
回去！你们把香菱踢死了，这就是在杀人！香菱是我的人，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爹爹，你踢死他，就等于看不起我这条狗的主人。莲儿，你莫要再同你爹爹闹了。你爹爹马上要去怀州府找你大哥，我让静音留在你身边伺候。原来你们就是这样看待一条人命的。爹娘，你们有没有想过，二哥失去双腿，大哥生死不明，全都是因为你们平日里乱杀无辜造成的，是你们作恶多端，如今全都报应在大哥和二哥的身上了。你这个……我到底还在愧疚什么？这种又蠢又毒的祸害，当年就不该让他活着降生。他的出世，就是我沈家最大的灾难。夫人，家主，大军准备完毕，随时开拔。夫人放心，我定让圣岛那群匪盗给我儿陪葬。小妹，你大老远跑来这圣岛，就为了让我救皇城司的人？你不知道那帮人有多招人烦，特别是那个带头的谢玉锦，他到底是你什么人啊？我让你救的谢玉锦，是我的未婚夫。那小子是妹妹的未婚夫？他在里面吗？妹妹别！三哥，你怎么把他绑成这样？三哥说，皇城司的人不好惹，得多绑几拳。你别听他瞎说，我那是怕他发疯乱跑，才将他捆实实了些。他是我未婚夫，你还不快去倒碗热姜汤给他驱驱寒？行，我这就去。我这就帮你解开。不必，我自己来。你能自己解开？那你为什么还老老实实待在这儿？之前不太确定圣岛这帮水匪是不是也是你的势力，只能静观其变。后来我一路上山发现，这岛上所谓的悍匪，多是些面黄肌瘦的老弱妇孺。怀州府连年重税，百姓苦不堪言。他们不是贼，是被官府逼得活不下去的难民吧？谢督主果然敏锐。怀州府不仅苛捐杂税，暗中甚至还藏着贩卖人口的黑幕。百姓想上京告御状，却被官兵半路截杀。当年是我三哥查出内幕被追杀，他迫不得已退守圣岛，成了水稻头子。原来如此，难怪这圣岛的人越来越多。但这次南洋商船被炸，朝廷震怒，沈正一绝不会善罢甘休，他必然会借题发挥，不惜一切代价调大军来屠岛灭口。我知道，沈家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局势如此凶险，你一个姑娘家本不该卷进来。你……其实之前我很怕，我的人在海上找不到你，我怕没办法让你全身而退。别怕，我提前带人下水了，留在船上的都是该死之人。妹妹，你看，我把姜汤熬好了。啊！你先喝口热汤暖暖身子，我在外面等你。你要的28宿星君图，可是这个？三哥，麻烦帮个忙，把画展开。哇，真够壮观的，这玩意儿肯定很值钱吧？10年前，太后下南洋，在南洋博物馆见过此画，回来后便一直心心念念。景隆帝甚至有意将它作为国宝收藏，它当然值钱。你喜欢吗？它很值钱哦。沈正一为了讨这个皇恩，让老三沈承彦去南洋，几乎掏空了沈家半生的积蓄和生意本钱，才把这画抢到手。如今画落到了你手里，沈家这次怕是要把家底都赔进去了。你是说这玩意儿让沈家花了这么多银子？沈家的家底哪有那么容易掏空？沈正义私宅里的金库装的都是他这些年积攒下的家当，还有那些见不得人的往来记录。但我们可以一点一点掏空沈家。三哥，我要你亲自去一趟南洋博物馆，把这幅画再卖给他的原画主。卖给原画主？人家刚高价卖出来，还能原价买回去？你跟他谈一笔交易，
你就说你将带着这笔钱回大烧朝做生意，你赚1两，分他1半，无需他出钱出力，只需等太后寿诞那日，让他带着28宿星君图到烧朝国土亲自献化给太后。这样一来，沈家倾家荡产，满朝庄扬自己高价拍回来的寿礼，就会变成一个天大的笑话，甚至就是犯了欺君之罪，在公然欺骗太后。太后刘氏本就百般刁难沈皇后，沈家想借此话求和，我偏要让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三叔，圣岛上所有的老百姓都已经安全转移到地道和后山的隐蔽船只上了，您亲自设下的那些陷阱也全部布置完毕。三叔，我们什么时候起航？现在，我会和我三哥一起离开圣岛，回木仙山，再重新坐船来怀州府。而你身受重伤，和沈承霄一起下落不明，碰巧遇到我们一门的船队，我们把你和沈承霄捞上船。你和沈承霄都身受重伤，中了毒瘴，性命堪忧。不过你放心，你不会有事，我有药。他们在海面上大肆投毒，那些毒爪会慢慢吞噬人的心脉。这瓶是独家解药，你现在就服下，它能护住你的心脉，保你肉身不受毒爪侵害。好，顾姑娘这般煞费苦心，连我死里逃生后的戏本都写好了。你给我听好，你是我的人，我不仅把你，甚至把整个谢家都划入到了我的未来里。这件事过后，你便以伤重为由，卸掉皇城司督主一职，急流勇退，才能暂时保住谢氏满门，让太子不敢那么快拿谢家开刀。我的夫君，我希望你此生身体安康。我若不早点备下10里红妆，将你娶进门，岂不是辜负了你这请叶生夫君？真是没眼看！大师姐，朝廷的战船已经从港口出发了，带队的是沈正一和太子，他们计划用炮火直接炸成整座圣岛。那狗皇帝甚至下令杀光岛上所有的百姓，一个活口不留。他们大约明日傍晚就会抵达圣岛海域。那就让他们打空气吧。打！给我狠狠的打！把所有的炮弹都给我砸过去！我要让这岛上的乱党全给我儿陪葬！沈大人说得好，今日就让这群逆贼尝尝南洋火炮的威力。传令登德全带5000御林军登岛搜山，凡遇火口，格杀勿乱。有毒瘴，快捂住口鼻，撤出这座岛！勿有剧毒！后来救命！勿有剧毒！撤！快撤！跳崖，往海里跳！怎么回事？太子殿下，小心！你搞什么鬼？岛上的贼寇呢？殿下，那岛上根本没有人，全都走光了。什么？没有人？他们留下了陷阱，还利用我们的炮火引爆了全岛的毒斩，我们的兄弟死伤惨重。没有人？那我们刚才打的是什么？几万发炮弹全砸在了空气里。你不是说岛上有38000人吗？人呢？那可是1万多发炮弹，花了国库大半的钱从南洋买回来的，现在全打水漂了。捅了这么大的娄子，你说怎么收拾？殿下，现在绝不是自乱阵脚的时候，这件事绝不能让外界知道。废话！若让父皇知道我们把国库的炮火用在了一座空岛上，满朝文武、御史台和晋王定会把我们生吞活剥了，本太子的贤名也将毁于一旦。殿下放心，这残局微臣来收。怎么收？朝廷出动精锐与圣岛水道血战1夜，水道全军覆没，我方御林军也尽数壮烈牺牲。烧了这座岛，再清理掉这些知情的人，死人是永远不会泄密的。
大师姐，一切皆如您所料。沈正一和太子对着空岛轰了一整晚，发现被骗后，竟然丧心病狂的放火烧岛，还把逃回来的御林军全给灭口了。沈正一为了保住头顶的乌纱帽，还真是狠得下心。不过他百密一疏，我趁乱潜入海域，捞回了几个还活着的御林军。干得漂亮！把这几个活口连同圣岛真实战况的卷宗，连夜秘密送进京城。送给谁？送给太子的死对头晋王。既然沈正一想瞒天过海，我们就借晋王的手，把这欺君窝上的天大罪证狠狠砸在皇帝的龙案上，顺便把沈家长子也送回去吧。至于我们，也该回京了。